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萧炎在经过2天的休整后，就寻了一处密室闭关去了。目的嘛，自然是为了尽快提升实力。毕竟8星巅峰之后还有9星巅峰，9星巅峰之后还要经历9转，9转之后才是半圣。如此之多的步骤，寻常人即便是修炼30年都完不成，何况是3年。眼下对萧炎来说，提升实力最快的方式就是修炼高阶斗技，比如那金刚琉璃体就很合适。只是要修炼这金刚琉璃身，就必须将斗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融入骨骼、血肉、皮膜，随后催发身体膨胀，再回缩，如此循环往复。萧炎第一次修炼，身体便是膨胀了2倍左右。只是体型飞快缩水的时候，鲜血也跟不要钱一样的不停往外喷。毕竟突然间膨胀数倍，皮肤被撕裂，肌肉被膨胀，骨骼被震碎的痛苦，简直非常人所能承受。好在随着萧炎的日日修炼，这吐出来的鲜血越来越少了。大半个月后的某一天，中州的东北方向，一股极其特殊的氢气如同波浪一般陡然自天空席卷而开，最后远远地扩散开来，是菩提古树。凡是吸入这种氢气的人，脑海深处几乎都是浮现了一个相同的影像。下一秒，整个中州仿佛都躁动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星陨阁内阁深处的某处净室突然炸开了，旋即就在众多目瞪口呆的目光注视下，一道足有将近8丈高大，通体如同黄金一般的巨人直接从净室之内站起，随后踏着地动山摇的步伐跨出净室。只见他仰天一声暴吼间，一股可怕的音波顿时化为风暴席卷开来。那些靠得近的长老都是被生生地震退了10几步才稳住身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望着眼前这尊黄金巨人，在场的不少长老眼角都是忍不住的有些抽搐，因为从前者身上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极度危险的气息，仿佛这个大家伙只要一拳挥过来，他们便是会直接被轰成肉酱一般。不过作为强者，拥有的素质让他们很快便散开，朝着那巨人合围了过去。然而就在众长老严阵以待时，一道笑声突然传来，呵呵，这便是金刚琉璃身吗？果然是有独到的地方。只见几道身影自远处闪掠而来，最终停留在那巨人的不远处，可不就是药老以及彩铃、小医仙等人吗？见到药老出现，那些个长老连忙躬身相迎，其中一藏不住事儿的长老忍不住地问道：阁主，这是？萧炎。药老乐呵一笑道，旋即那黄金巨人就在众人惊呆了的目光中飞速变回了本体。萧炎这次倒是并没有在口喷鲜血，但还是剧烈的咳嗽了几声，随后就见萧炎摇了摇头，略微有些惋惜的道：可惜修炼而出的金刚琉璃体才7丈左右，距离巅峰的9丈9尺还有着不少的距离。药老见萧炎得了便宜还卖乖的那样子，实在是没忍住吐槽道：你可别不知足了，若非你的肉体从小便经历种种药液以及天材地宝的淬炼，即便再给你半年时间，也达不到现在的层次。闻言，萧炎嘿嘿一笑，他自然是知道自己这进展速度已经算是很不错了。日后若是他能够再次得到一些淬炼肉体的天材地宝，说不定便是能够一跃达到9丈9尺，到时候凭借着变身后的他，一拳把一名普通的斗尊巅峰强者生生打爆不是问题。萧炎有这个信心。情报已经确认，菩提古树出世的确属实。药老看了萧炎一眼后缓缓的道。闻言，萧炎心头也是忍不住的一跳，旋即微微点头表示明白。这菩提古树的诱惑力太大，恐怕即便是那些远古种族都是会出手，所以想要顺利取得菩提心难度不小。这一次你便先带人前往蛮荒古域，你身上有我给予的空间玉简，遇见无法解决的麻烦便将之撕开，我会即刻赶来。
知道分别在即的药老嘱咐萧炎道。看着萧炎点了点头，药老没忍住拍拍萧炎的肩膀，轻叹道：星陨阁需要我坐镇，所以前面的路程必须靠你自己，希望你努力之余记得保重自身。何时动身？再次重重的点了点头后，萧炎轻声道：越快越好，你闭关了大半个月，这段时间中已经有着不少的势力进入了莽荒古域。药老道。沉思了一会儿后，萧炎表示那便现在吧。与药老告别后，萧炎不再有丝毫的停留，直接便是动身飞往了中州的东北部。这一次他带了4人，彩铃、小医仙、青灵以及1名实力达到斗尊巅峰的长老。至于为什么没带天火尊者，谁叫他闭关了呢？萧炎等人的第一站是一座名为莽荒镇的小镇。莽荒镇是最为接近莽荒古域的一个人类城市。萧炎他们计划先在这里打探消息，尽量多的获取一些与莽荒古域有关的情报。为此，他们几人决定分头行动。然而最终会合的时候，众人都没有得到多少有用的信息，只有一条，那就是先前进入莽荒古域的那一批人几乎已经全部死掉了，而那之中还有着一些斗尊阶位的强者。现在怎么办？小医仙微蹙着黛眉道。萧炎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，半晌后下了最终决断。明日这里的一些强者会一起进入，我们也跟着那些大部队后面。这个莽荒古域既然号称人类禁地，那必然不是什么善地，跟在那些人身后先观测一下。第二天，莽荒镇之外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人影挤满了。萧炎一行人站于后方，望着前方那足足超过数千人的人群，忍不住的摇头。这些家伙都被菩提古树引诱的失去理智了。望着人群里不少的斗宗甚至是斗皇实力的人，萧炎叹息道：要知道莽荒古域人类禁地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，就算是斗尊强者进入其中，那也是死得多活得少呀。这莽荒古域的确挺可怕的。望着眼前由高达数百丈的巨树组成的原始森林，小医仙轻声道。下一秒，人群骚动了起来，他们这是准备闯进去了。轰隆隆，数千人一起向前奔跑的声势还是很浩大的。萧炎见此，大手一挥，就领着众人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坐了下来。等他们进入大半后，我们再动身吧。既然他们想当前锋，就由着他们吧。萧炎道。这一等就足足等了将近半个小时，眼看着是时候了，萧炎这才起身，冲着众人道：动身吧，大家都小心一些。旋即就见萧炎脚掌一点地面，便率先化为一道黑影，闪电般的对着古老森林之中掠去，而彩铃、小医仙等人紧随其后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赶紧来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